大家好，我是老李，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摄影光线中的散射光。散射光指的是太阳被云彩遮住，阳光透过云层，由四周反射到景物上的光线。这种光线一般往往没有一个主射的方向，或者是主射的方向不明显，会使反差减弱，影调柔和。像我们直射过来的阳光被云层遮住，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向四周发射的光线。这种散射光会产生漂亮的光芒四射的视觉效果。我们来一起看一下下一幅照片。拍摄者巧妙地运用树林挡住了相当部分的直射向镜头的太阳光，而射向四周的阳光在散射的作用下营造出一种特别的气氛。是不是作者有意要表达佛光普照的意境呢？我们也可以发现，烟雾提供了很好的散射源，使得散射光在画面上非常的突出。这张香火的照片通过烟雾产生了浓浓的气氛，就是利用了光线的散射现象，也就是我们说的散射光。空气不干净，悬浮的尘埃越多，散射光就越强，光束就会显得很亮。反之呢，光束就会显得很平淡。山中的雾气实际上是漂浮在空中的小水滴，是一种很理想的散射源。由于液滴子尺寸比光波波长大得很多，主要是丁达尔散射，所以散射光呈白色。由于散射光形成的受光面及阴影面不明显，明暗的反差也比较弱，光影的变化比较柔和，因此产生的效果比较平淡柔和。因为没有阳光的直射，对于初学者来说，那么利用散射光进行拍摄也是不错的，这样可以避免很多因直射光造成的光线问题。所以我们在拍摄的时候，并不是拍照就一定要晴天，在阴天里拍人像也是很合适的。当我们处于阴天的散射光的情况下，我们应该尽可能的缩小景物的范围，采用较近距离的中景或局部场面进行拍摄，才可以获得比较清晰的效果。在散射光的照射下，要想在画面中营造纵深感，只有利用暗的前景，或者是利用线条透视的方法来获得。在拍摄的时候，必须严格的掌握曝光量，拍出的照片才能富有层次。散射光的拍摄让光与影的勾勒效果变弱，画面中没有明显的高光区域或阴影区域，可以更好地展现被摄体或场景的全貌。同时，光线的柔和，被摄的物体没有强烈的反光干扰，因此使整个画面看上去色彩更加的柔和。在雨天和雾天拍摄时，空气湿度比较大，景物前实后虚，前景清晰，后景模糊，所拍摄的景物常常会变成水墨画和水彩画那样的朦胧与滋润。散射光的典型特征就是光线没有明确的方向性，所以拍摄的物体也没有鲜明的投影，明暗的反差比较弱。因此，用这种光线来拍摄画面，会给人宁静、淡雅、细腻、柔和的感觉，比较适合用于拍摄风光题材中的高调画面，或者是人像题材中的少女或者儿童。好，我是老李，非常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